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少有科学家能够做到在自己的领域内实现多项突破，并把成果带入现实，并且能够重新定义自己所在的领域。Ilya Katskyver 肯定算是其中的一位。作为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跟首席科学家，他毕业于以色列开放大学和多伦多大学。没错，他又是一位犹太裔。那么在维基百科上关于他的信息简历非常的少，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具体是哪年出生的。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出他是85年或者是86年的。另外我们知道他的导师就是师从于著名的深度学习之父杰弗里·辛顿，就是那个5月份离开 Google， 然后声称自己最后悔的就是研究了人工智能，觉得人工智能将来可能会对人类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杰弗里·辛顿。说到这里，我觉得他俩就像极了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武侠小说啊。杰弗里·辛顿就像是一代宗师创造了一套武林绝学，然后传给自己的徒弟了。结果他到晚年的时候看破人世间这点事儿了，就后悔了。但是呢，斗也斗不过自己这个徒弟了，徒弟开始一统江湖了，他没办法，就准备归隐山林了。伊利亚这个人很少接受采访，给人的感觉总是说话比较谨慎，滴水不漏，甚至从来不跟人开玩笑别人一说什么他总是Thank you, it's hard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let me see， 然后半天就没动静了，给人感觉好像他后台这个已经开始进行运算了，就像极了人工智能的这个感觉我觉得 OpenAI 可能也是注意了这个问题，所以很少让他出面去进行一些采访，因为本来很多人就对 AI 不太放心，那看了他这个样子，可能感觉 AI 早就已经统治了人类了，所以基本上你看 OpenAI 所有的采访都是山姆奥特曼去进行采访的，他给人感觉反正走在哪儿腿往沙发上一盘，给人感觉很轻松亲和力比较强。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伊利亚前段时间接受的一个类似 podcast 类型的一个采访，这是他为数不多的采访。我们主要是通过他这个采访，帮大家总结一些重点的信息，然后以及通过这个采访，我们至少我个人有哪些感触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这个记者问他有没有发现一些政府或者机构利用这个 ChatGPT 这类的人工智能去进行一个虚假的宣传，或者是散播一些欺骗性的谣言。伊利亚给出的答案是，目前他觉得很多国家只是还没有做到，并不代表他们不会去做，他们现在可能更多的是会依靠一些开源的系统去做这方面的工作。那么这里面就影射出来一个问题因为 OpenAI 的 GPT 是不开源的，所以现在市场上很多主流的专家对此是有很大的质疑的，包括图灵奖的获得者 Meta 的首席科学家杨立坤，他就很质疑这个 OpenAI 不开源这个问题。因为你开源的话，大家可以了解你这个模型背后是怎么样去运作的，那么也可以更好的去监控它，去了解它会不会出问题。但是 OpenAI 给出的答复是，我不开源的原因就是怕坏人会利用我这个模型，我这个技术去做坏事。那么他们认为不开源可能是更理智的，更容易防范这些问题的。那么说到这里，大家可以把你们的想法打在评论区。如果你们认为是开源有道理呢，还是像 OpenAI 说的，我不开源仅仅就是为了防止坏人使用这个系统，还是说你认为 OpenAI 不开源很大程度是怕动摇自己的江湖地位？那这个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记者问，那么如果 OpenAI 率先掌握了通用人工智能的技术，那么未来会不会世界上只有一种公司或者只有一种业务叫做 OpenAI？ 那么其他的公司在通用人工智能到来的时候还可以去做什么，该何去何从呢？以利亚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一点答非所问啊。他首先举了这个特斯拉这个无人驾驶的例子，大概的意思就是将来如果到了这个通用人工智能的时代，即便 OpenAI 可以做得非常好，感觉像是无所不能，但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进行一些微调，让它做得更好更可靠。那么我听他这个意思，可能就是未来的公司基本上的业务还是会围绕在 OpenAI 这个周围去进行。另外他还表达出来一个观点，就是如果进入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那么对于个人来说那么我们该怎么去给自己定位？那么他认为个人可以成为 AI 的一部分这里注意并不是 AI 成为人类的一部分，而是人类可以选择成为 AI 的一部分，然后帮助 AI 去进步，更加优化，更加的去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那么说到这里，我就不太知道有一些这个怀有这个人类大沙文主义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是作何感想。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很多主流的专家认为类似 ChatGPT 这样的大语言模型，它实际上是模仿人类的这个神经网络去进行下一个 token 的预测，就类似成语接龙一样，它每次是预测的你下一个单词出来的概率。那么按照这种逻辑，它是永远，因为它是模仿人类嘛，所以它永远不会超越人类。那么以利亚在这方面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如果你的模型足够先进，你学习的知识足够深，就代表你这个人工智能足够聪明的话，那么它就完全可以预测出来一个更有智慧、更有能力，或者说更有见解的人的思维方式，哪怕这个人是不存在的。那很多人认为大模型其实就是统计学，在这里面伊利亚也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认为这个完全不是统计学。还有就是过去我们很多人认为大语言模型的数据它训练用的数据都是人类产生的，可能会产生什么数据不够用啦，或者有些核心的数据你收集不到啦，会制约这个 AI 的发展。这里面以利亚给出的答案是，其实目前大部分用来训练的数据已经不是人类产生的，就大部分都是人工智能自己产生的。那么人类扮演的更多是监督学习的一个角色。那这个答复可能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之外过去我们认为可能像 Google 啦、像百度啦这样的搜索公司，因为他们本身公司有很多大量的数据，所以他们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肯定具有天然的优势。但是我们通过以利亚的回答，目前科技的发展，至少从大模型的发展来看的话，他们可能并不具备这样的优势。那么至少从 OpenAI 的 GPT 来看，那么数据问题已经不是制约他们的因素了。所以说我们过去说的人工智能的三驾马车，模型、算力跟数据，可能数据这一块已经被逐步的去动摇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模型的问题，他认为目前人类对于模型的理解还是比较初级的。虽然说现在一些复杂的模型人类已经完全无法去理解它们是如何运作的了。那么他理想的未来模型会分成不同的分支，有比如说一些小模型，可解释的小模型会专门去用作 AI 的对齐工作，或者是一种小模型可以专门用来去分析大模型的可靠性。说白了就是还是用模型去理解模型。所以说他认为模型的发展可能未来来说是个更大的机会。另外以利亚提出了一些关于模型发展的一些预测，他认为模型的发展大概的方向应该是趋同，然后再分散，再趋同的一个步骤。他认为现在各家公司研发的模型大概的目标跟方向是一致的，在这个方向一定程度达到以后，模型就会往各个垂直的方向去发展。
当这个垂直的方向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们又会朝着同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就是最后又趋于一个相同的方向。这类似我们其实互联网时代发展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因为大家一开始都是在发展这个门户网啊、搜索这一块。那么后来呢，又发展了很多垂直的领域，那竞争了一段时间以后，又逐渐形成了这个大公司垄断，对吧？最后市场上存活的可能就是那么几家巨头公司，而且他们从事的业务也是相似度非常高的。那这篇采访呢，其实涉及了很多的内容，如果大家想看更多详细的内容，可以去网上去检索它的完整版的采访。我这里面主要是找出了他几个对我有一些启发，或者能引发我的一些思考的一些问题。那么节目的最后我想说，其实这段时间我越来越理解为什么人说这个人工智能时代最大的利好是科学家这个行业。那么社会的发展我们知道最初是由商人这类人去引领的，他们通过一些自身的资源吧，或者一些垄断，包括一些信息差，来创造一些价值，引领这个社会的发展。后期进入这个互联网时代以后，那么有很多大量的工程师进行创业，去引领了一段时间社会的发展。那么再到目前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头部的企业其实都很多是由科学家来引领这个行业的发展的。那么种种的迹象似乎都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所以我们也希望咱们这边的科学方面的研究者或者是从业者也可以参与到这个时代的变革当中，不单单只是做一些纸面上的研究，同时也可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当中、社会的发展当中，把你们的研究、把你们的愿景付出实践，因为你们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我是大岳，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可以为我点赞、分享、订阅，这样会让算法为你推荐更多相关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